东君，你出门远游，最近可有什么收获呀？收获可大了，爷爷，您听过一首诗吗？啊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丑，清相有才留无名。哦，北篱八公子，他们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啊！不错，这次我就见到了其中的清歌、琢磨、凌云、柳月、莫尘这5位。不光如此，我还帮了他们一个忙。哦，来，东君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平日都在天启城啊。这次他们是为了顾剑门而来，为了兄弟千里赴柴桑，仅凭这番义气，就十分值得我结交一番。东君啊，听你舅舅说你去剑林夺了一把剑，你不妨跟大伙说一说你在剑林的见闻吧。哦，那剑林，那叫一个气派宏伟。我不过是阴差阳错的得了一把好剑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个昨天一晚上在柴房睡的，那蚊子嗡嗡的都没睡好觉。还有爷爷，你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一定很疲惫吧？不如我们今日到此为止，各自回房歇歇。你看，东君啊，你长大了，懂得照顾爷爷了。好，赶紧回去休息啊。好了，你也先回去休息。是。父亲，东君在剑林，我早知道了。风雨欲来，我们镇西侯府还能为他筑起一道铜墙铁壁。父亲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破风军直指天启，儿子必先策马当先，身先士卒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要造反？这不是造反，这是征伐天下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的声音得大声点啊，好让天下人知道我们镇西侯府要造反，好让某些人可以在晚上提着刀，趁你睡着的时候给皇上献猪。父亲，当年叶羽大将军一片忠心，却背无谋反，最后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如今我们得先下手为强，是吗？程峰啊，一个真正经历过沙场的人，没有人会想回到那个地方。一个真正懂得战争的人，绝对不会轻易地发动战争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可那士兵身上的血洒出来都是热的呀。那西楚如仙，你是想说当年我留守？你错了，当年一战我没有留守，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活着。那方才你还放东军走，他分明要给那如仙报信。西楚可是我们破的呀，你就不怕他？如果那个真的是西楚如仙，他就不会为这事儿怪罪东军。父亲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父亲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想问你是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是吧？这还用问吗？
我不一定是你亲儿子，但东君一定是你亲孙子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你想说，纵使我们没有造反之心，但这城外那些天启人不怎么想。不错，若是他们来了，那当如何？那便等他们来。这小滑头，师傅，东君回来了，此次出行可完成心中所愿？师傅，现在不是说我的时候，我好像给您添了个大麻烦。什么样的麻烦才算是大麻烦？师傅，在剑灵大会上，我用了您传我的那套剑法，但天下剑客竟然都很震惊似的，说是什么失传已久的绝世一剑。师傅，虽然这么多年来您从未提起过您的来历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您的身份一定不一般。那套剑法又那么的特别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来找您的。我何时传授你剑法了？师傅，我只是记得有一次我喝醉后见到您舞过，我之前还以为那只是我的一场梦，但这一次在剑林我喝醉之后，便自然而然地使出了那套剑法，就好像种在我的脑子里一样，不用回忆，也不用思考，仿佛不是我在用剑，而是剑在控制着我。拿着。闭上眼，感受它。别人练就10年，而你只需看上一眼，你知道为何吗？难道是因为我也是天生剑胚？好吧，我不知道。不是因为你是天生剑胚，而是因为你是百里东君，而百里东君是因为我是百里东君。师傅，我不明白，已经有很多人这样说了。我是谁？我是百里东君。可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是百里东君。以后你自然会明白。东君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想要学剑吗？想。师傅，我想学剑。云哥死后，我的行事越发乖张无度，
爷爷一直纵容着我，我知道，他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作为手掌兵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我越纨绔，天启城那卫边越放心。爷爷不希望我走上云哥的老路，但是这一次我见到了真正的江湖人，见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。或许仅凭现在的我，还不足以名扬天下，还不足以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师傅，我也想仗剑去江湖上走一走，管他的圣心难测，百里中军，绝不做安居一隅的笼中之雀。你能如此想，为师很欣慰。既然你想学剑，那为师便教你。这世上除了学堂里先生，没有人比你师傅的剑术更厉害。东君，你先回去，等下次见面，为师便将真正的西楚剑歌传授你。可是师傅，若您还留在这里，怕是会有危险。放心吧，既然木已成舟，那索性不去等他，便是等他们来，又如何？终究是没有拦住我。其实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，藏不住的。区区10日，东君的剑力怎么会增进到这个程度？难道真如你所说，他体内有着一流高手的内力？瑞儿，世子爷，小公子在拔剑之前做了什么？小公子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喝了酒，喝了好几个时辰，把他窝里藏的所有酒都给喝光了。和上一次在明剑山庄一样，他也喝了不少的酒。看来，在他处于晕醉状态的时候，他体内的那股力量就出来了。都是那人所为。既然作为小先生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那么我也该去完成父皇交代我的事了。我随你同去吧。你呀，还是在这里看好我们未来的小师弟吧，免得他又被藏了起来。儿子无能，还是让他发现了东君。他就只看了一眼就走了。侯爷，世子，小先生已经离开侯府，往那个院子的方向去了。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已经表示清楚，这次只是为学堂之事来我镇西侯府，那就表明陛下根本没有为这西楚如仙向我发难，也只是派他最信赖的皇子悄悄把如仙这个事情给解决了。程峰，等他们进了宅院，多派一些人封住所有出入口，无关人等不能进出。稷下，你为学堂而来，晚辈也想是为了学堂而来，但很可惜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朝廷。
若为朝廷，当如何？先生是西楚余孽，理当收押，交由大理寺治罪。这件事可以交给很多人办，地方督府、大理寺、太子直率的隐卫司，为何会交给你一个学堂之人？我猜，你的身份一定很特殊。你姓萧，他让你来，是为了让你累积功勋，累积抓走我这个西楚余孽的荣耀。先生果然是与师父齐名之人。你在皇子之中排行第几？第9。身为练剑之人，晚辈敬仰先生，但这和我要带先生走是2件事。你觉得你能够带走我？晚辈想试试。对了，我叫萧若风。好，萧若风。只是如此，学堂李先生所传的剑术，就只是如此。我师父有一剑，叫天下第2，他的剑我学不会，亦挥不出那天下第2，但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剑，剑名天下第3。好一个天下第3，那便请先生试我一剑。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睡得可香？别来无恙啊，小东爵。雷大哥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哎，等等，我刚刚睡着前是不是遇到了一个人？他跟我说他姓萧，难道是我做梦了？他是九皇子萧若风，也是学堂小先生。此人是来找师傅的。哎，你很聪明，但此人也是来找你的。我要去找我师傅。哎，你终于肯承认你有这么个师傅了。我必须要去救我的师傅，哪怕是拼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去。舅舅，我给你10坛梅书香，你放我走。20坛松林雪，30坛净水月，外加这柄不染尘，一起给你。剑我就不要了，哎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酒，1坛都不能少。走。卓墨公子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逍遥天境，我打不过他。与君同行吧。嘿。
剑士。你们两个掩护。 这样的你，凭什么带走我？见过先生，方知何为云泥之别。是若风狂妄了。少年人理应狂妄，理应不惧。你是个好苗子，我不会杀你。 我时日不多了，对你们北离造不成什么威胁。此生最大的愿望，便是将我的剑术传给我的小徒弟罢了。那北离便更不会放过你，毕竟您的徒弟姓百里。谁？ 无法无天。我一直都对一件事情很有疑惑。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么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带走我？当年你以1剑赢万甲。 西楚国破后，世人也以为你早就剑折身死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苟活下来，想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内伤。设若你依旧如当年一般功力高深，那为何这么多年你不现世？又为何不为西楚报仇？所以，虽然你还活着，想必你的功力。 也不是当年那般了，是吗？畅言小计。已是许久，未曾真正出剑。父亲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我的师父。你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吗？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 我确曾身受重伤，但这几十年间，我已重续经脉。今日拔剑，愿求一战。卢仙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虚张声势？卢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
乾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如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温壶酒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路已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东君，你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笔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巷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。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系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忽然震剑环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
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。 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，我还有第2剑。哦，这是。 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师父。